在视频开始之前呢，想跟大家说一下，我脖子这边红的一块是昨天晚上过敏了，所以请大家多见谅一下。当我们一聊到花钱这件事，很多人会在心里先骂自己一遍，说自己不自律，管不住手，说自己一刷手机就想买东西。可让我们仔细来想一想，生活里有多少的消费是非常自然的就发生，根本不是想不想的问题。比如早上出门顺手买杯咖啡回家，下班回家太累了就点个外卖，周末没事干就去商场走一圈。这些消费已经变成生活里很普通的事情，你也并不会觉得这是在花钱，只会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操作。这也是为什么你明明没有乱买，但这个钱啊就是存不下来。希望看完这些视频后，你就能明白什么是习惯性消费。很多人一说到花钱，第一反应都觉得是冲动消费的问题，比如拿着手机刷到一台便携音响，越看越觉得很心动，纠结了一会儿还是买了下来，买完之后就开始后悔，心里骂自己怎么又没忍住花钱。这种消费方式更多是你清楚自己在买什么，也知道这不是非买不可的东西，只是一下子没忍住广告和让人心动的价格。今天要讲的呢是另外一种消费，是你意识不到自己在花钱，你不会去纠结，不会犹豫，更不会事后反思，因为它已经被你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了。一旦这类的消费被你归入日常的范围里，你也不会每天问自己为什么要花这笔钱。也正因如此，很多人对自己买过贵价的东西记得特别清楚，比如一台电脑、一台咖啡机、一件大衣，几年过去都还能想起来，因为这样的消费是有存在感的。你花钱的时候呢是有想过，是对比过后才下定决心购买。但是反过来看，那些每天从你账户里流走的钱，是每天一杯、每周几次、每个月固定发生的小额支出。一件事一旦成了习惯，就变得不需要你动脑，你传递给脑子的信息是今天下班去买杯奶茶，立刻掏出手机来就下单。这些小钱在你脑子里根本不算钱，它最多算是你一天里重复无数次的一个动作。很多人会说，我没买什么奢侈品，也没乱买什么大件的物品，可为什么钱啊就是存不下来呢？这就是最让人难受的一点，你无法说上来这些钱都到哪儿去了，只能模模糊糊的觉得好像每天都在花钱，又好像没买什么特别值得的东西。第一点最典型就是喝咖啡、喝奶茶，还有你在通勤路上买的早餐。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想，这不就是吃喝的问题吗？有什么好说的？但你仔细看一下自己的生活，就会发现这些消费几乎每天都在发生。早上出门前呢，你在家也不是完全没水喝、没东西吃，也许冰箱啊还有昨天剩下的食物，家里还有几盒速溶咖啡。当你一踏出家门，看到远处那熟悉的店，你不会去犹豫要不要买咖啡，只会想我都走到这儿了，进去买一杯就是顺手的事情。就跟你们讲一件现在发生的例子，我今天早上呢，我去买了一杯星巴克，但其实我家里是有咖啡粉的。我买它的原因呢，纯属是因为今天要拍视频，拿在手上好看一点，这个就是我花钱的理由。看到了吗？我也会花钱，我跟大家一样，我在讲这类的内容的时候，并不是说我不花钱，我一分钱都不花。我在这一点上啊非常有同感，因为不管我去到哪里旅游，第一件事呢就是搜索附近的咖啡店离我有多远。早上一起床后，第一件事就是下楼买杯咖啡，只有喝上了咖啡，才能让我整个状态开机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丝毫不会想自己这一杯花了多少钱，一杯冰美式呢也贵不到哪里去。通勤买早餐的这件事呢，对很多上班族来说不是饿不饿的问题，而是早上太赶了，洗漱收拾一下就得急匆匆出门，所以很多人的早餐啊就是在通勤路上解决的。在地铁口里、公司楼下、路边那几家你已经熟到不能再熟悉的店，哪一家快，哪一家不用排队太久，你心里啊都有数。所以很多上班族一个月光早餐的钱就要花掉200-300。
根据数据显示，中国超过一半的人每周有3到4次是在外吃早餐，人均消费大概在8到10元左右。美国有大约85%的人每天都会吃早餐，人均消费通常在8到20美金左右。这些数据看下来，就会发现这不是买一顿早餐的问题。你今天花钱，明天还是要花钱，下个月照样花钱。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你平均在早餐的花销是多少呢？再来说到奶茶的这件事情上，我们约朋友出来或者逛街到一半很累了，第一句话都是哎呀，找个地方坐一下，再点杯喝的吧。那个地方啊，不是咖啡店就是奶茶店。不是说你突然就想喝奶茶，因为那样的选择是最方便最不需要动脑。再来上班的午休时间闲来没事做，索性啊就和几个同事一起点几杯奶茶。在那一刻，你的脑子里会计算它是多少钱的吗？大多数不会，一杯也就是10几块钱，说不定今天这个同事点完，明天那个同事再点，后天平台再搞个9块9的活动。于是啊，你一周可能喝个2、3次，一个月下来10几次，你几乎也不会去算这一笔的消费。第二点，再来说一个特别常见的情况，是你家里明明囤了1周的菜，冰箱看起来该有的也有很多，可以回到家后或者是休息天，还是打开外卖软件，一边点吃的，一边默默的说明天再自己做饭吧。是不是？我有没有说对了？我知道很多在外忙了一天回到家后，不是因为懒而去点外卖，单纯的就不想再折腾了，巴不得现在就能吃上一口热腾腾的饭菜。做饭这件事听起来就只要开个火，菜就能立马熟。现实是你要去想这块肉怎么切，如何腌制，是该煮呢，还是拿来炒？光是想这些问题的时间里，你要是点个外卖啊，说不定就已经吃上了。做饭最烦的一点是你要对结果负责，不好吃啊，只能怪自己，浪费时间吃不上饭也要怪自己。所以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，之所以点外卖会让人上瘾，是你不用为这顿饭操心。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真实的画面，你周末去超市会很认真的购买食材，告诉自己下周啊要好好吃饭，少点外卖。第二天回到家后，还是习惯性的点起了外卖，却忘记了冰箱里还有满满的囤货。几天过去，你会发现那些菜还原封不动的躺在那儿，有的已经开始发黄发烂。看到快过期的菜，心里会更加的烦，一边心疼钱，一边又觉得自己实在没有精力去做饭。久而久之，外卖就成了你默认会花钱的选择。你今天点一次，明天再点一次，回看这一周下来，外卖天天都出现在你家，每一顿花个30块、40、50块的，一周算下来就是2、300，一个月轻轻松松就是1000多。当回头翻一下自己的账户里，这个月明明没有买什么贵的东西，可这钱已经少了一半。现在中国点外卖的人已经有5.45亿了，外卖一年要花掉12000多亿，平均下来全国每天就有30多亿是在外卖上花出去的消费。第三点，有一类花钱也是很多人不会意识到的地方，那就是无聊的时候想要去消费。周末或者下班之后想着没事儿做，这心情啊也没有特别好或者是特别差，待在家里刷手机吧，刷到无聊，躺着吧又觉得浪费时间了。这个时候你脑子里大概率想的是要不出去走走吧，而这个出去走走最后10有8、9都会变成去商场。不是因为你有购物的计划，是你真的不知道还能去哪儿。很多人一开始啊，真的只是想逛一逛，可逛着逛着什么都没买就走出来，心里啊会感到有点空。于是走之前顺手再消费点什么，哪怕只是点杯喝的，买一件小物品，也能让这趟出门看起来值得了。这样的现象更是在网络上能最大体现出来，是你刷着刷着手机，点进别人的好物分享内容，看这价格也不贵，那就先买了再说。买完之后，东西什么时候到，好不好用，已经不太重要了。甚至连一些看起来很正常的消费，也和无聊脱不了关系。某天你刷到别人在做手链创珠、DIY 首饰、画水彩、玩拼图等等的事情，看着就觉得挺解压，于是就开始买材料回来。前几天你确实能认真坐下来，跟着教程一步一步来，等这新鲜劲儿一过，你就坚持不下去了。等到哪
每天要收拾房间，看到那一袋还没拆完的珠子、几盒颜料和画笔，拼了一半没有耐心继续的拼图，心中又有点懊悔当初为什么要花这笔钱。到最后你并不是突然对手工没了兴趣，只是当初开始的原因就不是因为真的想长期发展，刚好在那个时间段里想给无聊的自己找点事情做，填补一下空档。所以回头看这一整圈消费的问题啊，不在于买了一杯咖啡、一顿外卖，或者是某一次心血来潮的小手工，因为单独拎出来看，他们都是很合理的消费，也都不是什么大钱。真正让你存不下钱的是这些消费已经被融进你的生活里，是你维持每天在活着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希望你在下一次消费中呢，多去思考这些问题，少点一次外卖，少买一杯咖啡，买咖啡的次数也挺少的。我希望你和我也能做到。好啦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